炸锅了各位。有泥板巴菲特木头姐所带领的方舟投资在2025年第二季的持股状况一出来，马上引起热议，因为它透露出一个很清楚的讯号，木头姐正在把筹码更集中在 AI 与加密货币基础建设上。我们先来看看整体规模，方舟第二季的期末持仓总值大概是136亿美元，比起第一季的100亿，整整增加了30%以上。换句话说，基金是明显加码的。虽然持股档数从196档降到191档，看起来少了一些，但其实这就代表 ARK 在做资金集中，减少杂音，把火力对准他认为有长期潜力的公司。那哪些是他心目中的最爱呢？前5大持股跟第一季差不多，还是特斯拉、Coinbase、Roku、Roblox。不过有一个变化 ，Palantir 退场 ，Robinhood 取而代之。这5档加起来就已经占方舟整体资产的30%，这告诉我们他们是最核心的重仓部位。更有趣的是，这一季方舟新增了一些话题股，例如刚 IPO 的 Circle， 大家可能不熟悉这家公司，但它就是 USDC 稳定币的发行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美元上链的桥梁，负责把传统的法币搬到区块链世界。方舟一口气就买了5.3亿美元，直接成为报告里最大的新增部位。这就像是木头姐在对外宣告，稳定币支付未来会是很重要的基础建设。除了 Circle， 他还加了 eToro， 就是台湾人熟悉不过的洗脑的广告词。史蒂夫和戴夫是一个面向大众投资人的交易平台，你可以理解成结合社群加股票加加密货币的综合投资案。对方舟来说，这就是另一种长期趋势的押注。当越来越多人接触数位资产， eToro 就可能成为零售投资的入口。另外还有 DoorDash， 大家印象中它就是美国最大的外送平台，但方舟看中的不只是外送，而是它往杂货零售配送，甚至平台广告业务的扩展，等于是用外送起家，慢慢把触角伸进更多生活服务。也就是说，这份 13F 报告最大的亮点是，方舟不再只是单纯压电动车或纯加密，而是把资金更多放在 AI 基础设施和加密货币支付基建上。从增持 AMD、台积电、辉达到新进 Circle、eToro， 都能看出它的投资逻辑其实很一致，就是压住那些能支撑未来大趋势的底层建设。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13F 报告是有延迟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方舟在上一季末的实仓状况，而不是此时此刻的即时操作。不过它仍然能帮我们看到基金的大方向，哪些产业、哪些题材会是它长期看好的。所以当我们在解读这份报告时，不要只盯着哪一档股票被买了多少、卖了多少，更要去想方舟背后的投资逻辑。为什么他觉得 AI 和加密基建是未来10年的关键？为什么他要把资金集中在 AMD、台积电和 Circle 这些看起来不相关，但其实都是基础设施供应商的公司上？今天本集影片会针对木头姐压住的，但你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公司介绍给大家。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报大波段的频道。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这是我的投资理念。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Circle 是什么公司？美国参议院先前高票通过了一个名叫 Genius Act 的法案，也就是天才法案。它几乎宣告了稳定币立法元年的到来。那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一家公司身上，刚刚在美股上市的 Circle， 因为他们跟 Coinbase 一起推出的 USDC 是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美元稳定币之一。一开始，市场对 Circle 是狂热的，上市当天股价是31美元，短短不到2周就飙到270美元，涨幅超过8倍。可是热潮退去之后，股价很快回落到188美元左右，跌了30%以上。虽然还在高点，但市场开始冷静下来，开始有人问 Circle 真的能配得上这么高的估值吗？我们先来看 Circle 怎么赚钱。表面上它是一家发币公司，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家吃利差的虚拟银行，因为每发行1枚 USDC 就需要有1美元的资产作为储备，这些钱通常会放在现金或美国短期国债里。那 Circle 的收入来源就是这些储备产生的利息。根据2024年的财报， Circle 有高达 99% 的营收都来自这些利息。换句话说， Circle 的获利跟2件事绑得死死的。第一， USDC 发行量有多大；第二，美国的利率有多高。
只要美国国债利率下跌 ，Circle 的收入就会直接受影响。公司自己估算，如果利率下降1%，一年可能就少掉4亿美元的收入，这对一间市值400多亿美元的公司来说，冲击不小。再来，它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分润。因为 USDC 的流通主要是靠 Coinbase 在推广，所以 Circle 必须把利息收入的大约一半分给 Coinbase 当做分润成本。换句话说 ，USDC 发得再多 ，Circle 真正能留下来的钱其实有限。而且，天才法案虽然看起来是大利多，但背后也有隐忧。因为新法规要求发币公司必须每个月公开资产组成，接受独立审计，加强反洗钱措施，这些都会让 Circle 的合规成本不断上升。最关键的是 ，Circle 不再是市场上唯一的玩家。现在，传统金融巨头和科技公司一个接一个进来。摩根大通推出存款型代币，可以24小时链上结算，还能付利息。亚马逊和沃尔玛正在测试把稳定币整合进会员制度和支付系统。PayPal、Visa、Stripe 这些支付巨头也已经开始跟其他区块链公司合作，把稳定币功能加进他们的支付网络里。甚至连 Robinhood 也推出了股票代币化功能。这些公司有什么共同点？就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庞大的用户群和支付场景。当他们开始推自己的稳定币 ，Circle 原本仰赖合作分销的模式就会显得很被动。未来的竞争重点不是谁能发币，而是谁能让稳定币变成预设选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矛盾的局面。Circle 一方面因为天才法案而成了政策红利股，拿到市场先机，但另一方面，它的商业模式过于依赖利率，过于依赖合作伙伴，估值又被炒到很高，这就让投资风险大幅增加。投资人现在该做的，不只是盯着股价的涨跌，而是要去看 Circle 这家公司能不能从一个发币公司真正进化成协助全球支付基础建设的公司，这才是它能不能长久下去的关键。你没听过的 DoorDash， 半夜突然想吃炸鸡，或是上班太忙没空买午餐，只好打开外送平台点一份餐。你可能以为像 Uber Eats 这样的平台在美国一定是老大，但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其实是 DoorDash。它不只占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外送市场，便利商店、超商的即时配送 ，DoorDash 也拿下了60%的市占率，几乎变成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家公司背后的故事很有趣。2013年，一群史丹佛大学的学生徐迅、方家宏以及邓天朗，因为发现很多餐厅明明有好吃的东西，却没有外送服务，干脆自己架了一个网站，叫做 Palo Alto Delivery.com。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点子，居然在几个月内吸引到知名创投 Y Combinator 投资，给了12万美金的种子基金，换取7%的股份。后来他们正式把公司取名为 DoorDash， 意思就是一按下订单，外送员马上冲来。DoorDash 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2018年，它还只是美国第2大的外送平台，落后在 Uber Eats 之后。但隔年它就超车了，不但击败 Uber Eats， 甚至把当时的龙头 Grubhub 挤下宝座，直接成为全美最大的外送服务。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在美国人越来越依赖外送的时代，谁能提供更多选择、更快的配送，谁就能赢。他们也很会创新，像是2019年 DoorDash 开了第一间幽灵厨房，让餐厅不用实体店面就能专心在 DoorDash 平台接单。2020年甚至跟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餐厅合作，开了第一间实体店，专门提供 DoorDash 的订单取餐或外送，等于把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到了2020年底 ，DoorDash 上市 IPO， 募资超过33亿美金，一举成为美股投资人追捧的明星公司。从一个校园专案到踩新美国500强榜单的企业 ，DoorDash 的故事可以说是矽谷经典案例。不过 ，DoorDash 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2022年，他们结束和 Walmart 的合作，接着又因为成本压力，裁掉1250名员工，甚至在司机薪酬上也有争议。像2023年宣布外送员可以选择领时薪保障，但只有在真正送餐途中才算时薪，让不少人觉得这是变相的数字游戏。更让人议论的是，2025年他们推出先买后付功能，跟金融公司Klarna合作，让消费者可以把一份外送分期付款。这个消息一出，马上在网络上被嘲笑成连一份炸鸡都要分期，也有人批评这会让美国家庭债务问题更严重。不过 DoorDash 的野心还不只是在美国，今年他们宣布斥资38.8亿美元收购英国的 Deliveroo， 未来合并之后
将在40个国家营运，每个月服务超过5000万用户。这代表 DoorDash 不只是美国的外送霸主，更是要挑战全球市场的外送帝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DoorDash 这家公司争议不少，包括被控偷压低外送员小费、不透明的抽成制度，甚至还有滥用资料的诉讼。换句话说，它是一家高速成长，但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企业。所以 DoorDash 的故事某种程度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它象征着外送平台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当科技平台变得太强大时，会衍生多少社会问题。这家公司绝对会是接下来外送产业，甚至整个零工经济中最值得观察的一个案例。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尤其是有玩台股、美股或是台指期、美期的朋友们，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你听过但没真正了解的 eToro。在投资这个领域里，有一家公司默默改变了全球散户投资的习惯，甚至让社群交易这个概念成为主流。这家公司就是来自以色列的 eToro。2007年有3个年轻人，兄弟党尤尼阿西亚跟罗能阿西亚，再加上他们的朋友大卫林，在特拉维夫创立了这家公司。原本它叫 RetailFX， 一开始只是做外汇交易的平台，但他们很快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投资人总是孤军奋战？有些高手明明绩效很好，但大多数人却学不到他们的操作方法。于是到了2010年，eToro 推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功能 ，OpenBook 社交投资平台。这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Copy Trading， 也就是复制交易。简单讲，如果你在平台上看到一个投资人报酬率很高，你只要意见跟单，他下单什么，你的账户就会自动跟着下，就好像把高手的操作直接下载到你的投资账户里。这个功能推出之后，很多散户终于有机会跟上专业投资人的脚步。同一年，eToro 还推出了手机 App， 让投资变得更及时、更方便。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才刚普及，这个举动其实超前很多人一步。接下来几年，eToro 不断扩张版图，他们从外汇慢慢把产品扩展到股票、大宗商品，甚至 CFD 合约。最刚开始只有100多档股票，现在已经超过3000种不同的金融商品。2014年，eToro 又再创下一个里程碑，他们正式把加密货币加进平台。想象一下，这比多数传统券商还早好多年。当时比特币还没大红大紫，但 eToro 已经嗅到趋势，把它纳入投资选项。他们的野心不只停在产品。2017年开始，eToro 陆续跟区块链公司合作，推出更多创新的服务。2018年甚至拿到1亿美金的投资，成为国际金融科技圈的大咖之一。后来他们还收购了不同的公司，像是做区块链技术的 Firmo， 还有加密资产追踪 Lab Delta， 一步一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投资生态系。2020年对 eToro 来说是爆发的一年。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接触投资， eToro 的用户数跟营收都大幅成长，营收直接来到6亿美金以上，用户突破1000万。而且他们还推出自己的电子支付服务 eToro Money， 甚至发行 Visa 金融卡。这代表 eToro 不只是一个投资平台，还往金融生活化迈进。当然，过程中也不是一路顺风。2021年，他们原本要透过 SPAC 上市，结果因为市场波动加上内部财报问题，计划被迫取消，甚至一度出现巨额亏损。不过他们并没有就此倒下，而是开始调整策略、裁员、控制成本，继续巩固根基。后来 eToro 继续透过收购、合作来扩张，例如2022年收购选择权交易平台 Gatsby，2023年跟 Twitter 合作，让使用者点美金符号股票代号就能直接跳到 eToro 的投资页面，甚至还跟贝莱德、方舟投资等大咖合作 ETF 产品，可以说是把自己放进整个投资生态链里，跟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创科技公司都建立连结。到了2025年，eToro 终于在美国 Nasdaq 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号是 ETOR。这时候的 eToro 用户数已经超过4000万人，有360多万个资金账户，
市值大概在56亿美金左右。今天的 eToro 早就不只是以色列的金融科技公司，它是一个横跨股票、外汇、加密货币、ETF 的多资产平台，还是一个带有社群属性的投资环境。你可以自己操作，也可以选择跟着高手的策略走。某种程度上，它把投资变得更像社交。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欢迎底下留言，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蒙，我们下次见。